你要不要搬凳子？甚至可以隔着窗看。OK， OK， 看一下。我要说我要重来一次。我是怎么问的？因为我在想我要不要讲这个故事会没事儿，你开吧。可以剪成花絮。开着。Hello， 大家好，欢迎到星野的频道。这次非常开心邀请到周希，周希是 PlayStation 的 UX Designer， 也是我们星野的新成员。周希要不要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Hello， 我是周希，我现在在 PlayStation 做 UX Design， 主要是在 Monetization 组。我之前的话是有1年的 UXR 的经验，我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 UX Designer， 所以就是回到了 UX Design 的这样一个赛道。那周希，你是怎么样决定进入 UX Design 这个领域的呢？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哆啦 A 梦，因为我觉得哆啦 A 梦就是它可以等于是对不同的问题，它会有很 innovative 的 idea， 就比如说什么记忆面包啦、竹蜻蜓这些东西。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些玩意儿，我觉得其实 in the end 它还是在解决一些痛点和问题嘛。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你就是记不住这些知识点，然后你就可以吃掉记忆面包，你就记住了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想当记者。就我小时候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本书是柴静的《看见》，然后他在里面讲了很多他在第一现场，比如说非典的时候，他在那些医院里面去采访病患和甚至是医护人员，然后他得到的那些一手信息，我觉得是一件很有社会责任感和意义的事情，很佩服，很 respect 这种精神。可能设计和记者这两个我会想2选1。我父母他们不愿意让我当记者，因为他们觉得我感兴趣的东西都特别危险，比如说战争，或者是这种你知道这种疾病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社会议题，他们怕我，尤其是在一些社会形态下容易get into trouble， 所以就是觉得说你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那你就去做设计吧。我在本科的时候，一开始学的是工业设计。我在工业设计的时候，我是对 IoT 物联网这块特别感兴趣，就是智能产品这一块是我最想要去专攻的方向。很可惜的是，在我当时的那个国内的本科，老师不愿意让我 expand 太多，他们觉得说，那你给你什么样的课题，你就去 focus 这样子的东西。在一些机缘巧合下，我有一些学长学姐，他们在国外读书，就给我带来了很多他们在国外读研的经历。当时那我是不是可以转学？他们其实帮了我很多。我当时的学长学姐就帮我带到了 CCA， 就是加州艺术学院。去了之后，我就觉得，既然我对 IoT 这么感兴趣，其实我是更对 software 更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就选了 UX Design 的这样一个专业。So far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领域，它是很跟我小时候的愿景比较像，就是解决一些痛点嘛。UX 确实是在做这些事情，而且确实是在为人发声，也是我小时候想当记者的原因，就是想要为很多人和故事发声，想要把一些故事带到更大的视野里面。当时你学这个专业，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或者是和你当时想进入这个专业之前对它的一些想法有没有一些区别？有也没有。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是等于是一张白纸进来的，我不知道我会学到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像它这个 core， 它的这个本质是我想要的。我进入 CCA 之后，老师教了我很多东西，不管是 UX research 也好，还是说去做那种 creative technologies 一样，去做那种 museum immersive experience， 还是说做 app 也好，做 web 也好，它只是一个形式，它的本质没有变，就是还是他想要去解决问题，或者是说把这个问题至少带出来。带到一个更大的议题，设计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知道中间你好像有一段走进 UXR，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从 design 走进 UXR？其实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太多的 UXR 的经历。它很多时候有点像是你做一个项目，你顺便带一点 UXR， 对吧？就是你可能做一个项目1个月或者怎么着。对。我是大2的时候实习在国内的一个算是租房平台实习，大概可能有几亿的用户吧。那个时候我们是做就是租房找室友这样一个业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那个是从0到1的产品，我就需要去采访很多用户。这个也算是我 internship 的一个部分。我花了1整个月的时间在做这些 interview， 去找 insights 什么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 design leader 什么也没有对我太大的期待，然后就觉得你就是走形式嘛，做个 interview 什么的。我那个时候才发现，
我对接到的用户，我跟他们聊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人的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数据，它不是一个你的 dashboard 上面看的几千万或者是几亿人的数据，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据，它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故事。我就在北京的时候就采访到了很多更偏向于蓝领或者他的生活收入也好什么的，可能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好，但其实也可以理解对吧？因为是合租，就是我做的业务是合租。有一次 interview 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女生30左右，她是一个美甲师，本来是1个小时的 interview 变成了3个小时，以及她就是在跟我哭诉很多她的生活。她是只身一人来北京，租的房子是她的一个 shelter， 就是她背井离乡一个人，她会觉得说房子是她唯一可以保护她，受了一天委屈之后可以保护她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首先是这样，我们之前是没有任何找室友这种业务的。他的房子的房源更多的像是以单个的房间的形式去PO到这个网上。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变量了，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室友是什么样的人。他当时是在北京的市中心做美甲师，收入也比较低，就是可能2线城市还好，但是在北京确实是比较难以生活的。所以他找的房子是在离市中心可能1-2个小时的地方，每天需要很早出发，很晚回来。他不知道他的室友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觉得价格非常合理，因为他觉得在北京生活，他确实知道自己要牺牲掉很多东西，所以他也没有太考虑室友。他就找到这样一个房子，他觉得那我要开始新生活，然后就住进去了。问题就是他住进去之后，发现他所有的室友都是男生。这个房东是并没有跟他讲的，因为他在签合同的时候，他人不在北京。他不知道自己室友的任何情况，不知道自己室友的性别，不知道自己室友有没有工作，或者是说这些人的身份有没有房东拿身份证就是备份啊，什么都不知道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跟这些男生关系处得很好，他们就觉得把他当姐姐一样。他也觉得说，大家都是外来人口，在北京大家都不容易互相扶持，对吧？但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的这个故事可能会有一点沉重，就是他在跟这些男生相处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先讲一下他的房门，因为它的价格不高，所以它的房门不是那种你能想象的很比较高级的锁，它也不是我们一般住的房子的那种可以是反扣的那种锁，除非你要自己加锁是没有锁的。他那天晚上可能一不小心没有关紧，没有关紧的情况下，他半夜不知道怎么的就醒了。醒了之后，他就看见有一个男生，他先是看到一双眼睛，然后有一个男生没有穿裤子，站在门前，他是穿着睡衣的，但是那个场景非常的诡异。他说，就那一瞬间，他醒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冻住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也知道，他就算喊，就算求救，这房子里其他都是别的男生，他是唯一的一个女生。但是好在那个男生，你能想到没穿裤子，然后他就在做什么事情？他因为看到女生醒了，他也被吓到了，就跑了。但是你能想想，在那个环境下，对那女生造成了多大的阴影？让我觉得更震撼，也不说震撼，就是更可悲的是，他跟房东去反映这个事情，房东不相信他，然后房东就说，你的房租已经这么低了，你还要怎么样呢？他也没有办法取消租房合同，因为已经签了。如果你要搬出去的话，你是要赔付钱的。就算是有这样的意外，但房东不负责，因为房东说那是你们房客的问题。国内其实霸王合同什么的也很常见。那女生因为收入有限嘛，她跟我说她买了一把2块钱的锁，把房门锁上。我不知道她具体怎么锁的，她说她之后再也无法去跟这些男生相处。其实这是一个房客的故事啊，我相信还有很多别的故事我没有听到。那个女生她刚跟我讲的时候，她一直在哭。我们其实是想做可用性测试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讲，一个很普通的 process， 真的没有想到会听到这种故事。在那个 interview 的情况下，因为公司的那个 usability testing room 是隔2个房间的嘛，就有点像 FBI 一样，它中间其实是一个镜子，镜子后面其实是坐了很多人的。把我的 PM、我的 data、我的 team 的 designer 在那边。我送那个女生下楼什么的时候，我回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我看大家都沉默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很震撼，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每天接触的几亿用户，或者是说几千万用户，原来有这么多人可能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平台，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其实可以做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去
对室友做更多的审核，他们有没有工作，他们的收入是什么样子的，房东有没有去对他们有一个身份的 backup， 比如说有没有身份证复印件啦，或者是如果真的有犯罪的话，他们房东能不能去有一些证据，对吧？而不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租了我的房子而已，这样撇清关系。平台其实可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去处理这些事情，比如说女生室友入住之前，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室友的信息，是男是女或者几男几女，这些人的年龄，这些人的社会背景、学历什么，这些其实还是可以说明一些东西的。对，你可能对于 design 来讲就是一行字，但是对于这些用户来讲，其实它可能 means a lot，right？ 我是觉得作为 UX designer， 作为 UX researcher， 你在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多话语权，你可以把这些故事带上去影响别人。也很幸运的是，在我大2的那一年，我学到了我把这些故事去分享给更高的 leadership， 分享给我的 director， 他们其实也很被触动。对我们来讲就是 OK 一个小小的 feature， 但是你保护了多少人呢？对吧？你觉得1%没多少，可是你如果乘以1亿的话，那你帮助了多少人？我觉得不管是作为 UXR 还是作为 UX design， 它在很多方面是在解决用户痛点，去解决一些人的问题。听到这个故事感觉特别的温暖。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设计师很需要和你的用户去共情。我们经常也说就是 ethics in design 嘛，就是设计行业的这种道德感，就很可能你的一个很小的设计，你带来的那种影响不是数据上的那种影响，而更真实的那种用户的体验，也许它能够改变很多东西。尤其是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安全呀，或者是怎么样保障大家的一些权益的时候，你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调研，有没有改变到公司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feature？ 有，因为我们就是在做那个找室友那一块，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室友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我当时实习嘛，所以我走的时候，我的 design 里面都有涵盖说用户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信息，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讲是可以让他们觉得 OK， 我住在这里是安全的，我是被保护的，平台在保护我。其实现在也launch了，我看到后面做的东西其实挺 align 当时我给他们的，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当时也有很多前辈们帮我，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就是大家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觉听起来是一个还比较 happy ending 的比较 happy ending 的。通过这样的经历，你最后开始走入 UXR 的这个工作，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体验？对，因为我在大2实习的时候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体验之后，我就发现UXR 可能是不是我感兴趣，但我不确定，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轻。我大3实习的时候，当时运气也比较巧合吧，就是他当时招我的时候，希望我2个都做，就是做 design 和做 UXR。在我实习后期的时候，我 UXR 团队的一个senior researcher 他离职了，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 backfill。当时我是在毕业前夕嘛，我的 manager 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当 UXR full time UXR？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给你 offer。但是你如果想要当 full time designer 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 headcount。我觉得年轻就是要多尝试。我一直对心理学、社会学这种东西很感兴趣，我觉得可以，那我试一下。我就commit full time researcher。但是在我真正全职做 researcher 的时候，我有一些新的想法，可能我还是更适合做 design。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在 UXR 的工作里面，你当时工作的一些职责和你每天的一些 task 是什么呢？我在做1年 UXR 的过程中，主要是负责 interview、synthesize， 还有 quantitative data， 就 survey 啊什么的一些，甚至是要去做一个数据分析。我觉得就是我非常 bias， 在我的那1年时间里面，我非常不喜欢做 quantitative， 我不喜欢做数据处理那一块，我喜欢最后那个 insights， 但我不喜欢前面部分那些处理，包括 qualitative data 也是，就是我们做比如说20-30个 interview 啊，我们是要去 break down 每一个 interview 的那个细节，我们要在一个 spreadsheet 里面去做那些 coding， 就是你要 code 的那些新 information， 就是泰出来的。对，其实非常的繁琐，我觉得有一点违背我的初衷，甚至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 pain point 是，当我以前是 across UX design 和 UX research 的时候，我可以把 research 的 idea 或者是这边的一些 insight 直接 carry on 到 design 里面去。对。可是当我全职当 UXR 的时候，我的 manager 不希望我的 report 里面出现非常 solutioning 的指示。我当时是在做 to B 的产品的 research，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直接针对一些 feature 有一些 feedback， 或者是说直接针对一些 feature 空白，有一些指向性的新的 feature 的期待。可是在我去做 report 的时候，我的 manager 不希
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在过度干预别的工种。我明明都已经知道这么清楚的东西，我为什么不清楚的表达出来呢？我只是因为不能干预到别的工种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不 make sense。但是我同时也理解，在一个公司的 setting 里面，你每一个工作你就是 suppose 你就做这个一小块饼，你就负责撒这个佐料或者是怎么样，这样把我的工作做得特别单薄，我没有办法影响到 product roadmap，因为 UXR 它总是你有时候 run 一个 study 要1个月、2个月甚至。对。你有时候你现在在做的东西，1-2个月之后 priority 不一样了，但是 UXR 你可能不是总是在这个 conversation 里面。当时就对我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喜欢的那些部分是，比如说我喜欢采访，我喜欢 interview 别人，我喜欢 take 这些 insights to action items。但是我发现如果我做 UX designer， 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对。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还是想做回 UX designer。其实我觉得每个公司 UXR 它的那个 responsibility 稍微会有些不太一样。像我之前的 role 的话，就是 UXR 很多时候是帮助 designer 去寻找哪些客户能够来做采访，所以其实更多的是 designer 在 drive 这个过程。比方说我想要 research 什么内容啊，我想要去做什么样的 usability testing 啊，我想要证明哪一些假设，对吧？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 UXR 确实 involve 在这个项目的这个时间会比较中期和后期，就是早期的时候很难 UXR 就介入进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就可能 UXR 对整个 roadmap 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 ownership 也比较少。我也感觉就是说现在其实更多 UXR 的一个方向，我会觉得开始慢慢转型去做一些 foundational research， 就是比方说去在 roadmap 更前期去看，比方说市场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公司有没有一些转型的一些可能性，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业务模式，然后它会 funnel 到 roadmap， 或者是给到 PM 去给他们一些新的想法，去完全去改变现有的一个逻辑。那你觉得这种方式是 effective 的吗？就是在你看到的一些案例里面。我会觉得是 UXR 的一个方向，某种程度上来说 usability testing 就 designer 完全可以 drive，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工具，对吧？就是像 user testing 啊 Dovetail 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工具能够帮助 designer 自己就去完成，对，尤其是 usability testing， 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你就是完全测试一下，你就放网上，你自己做的 survey 就好了。但我觉得就是 foundation research 有一个，就我现在自己在公司里面在做一些可能偏 discovery 的东西。我确实是在做很多 desk research， 就是原来的 UXR 他们做了一些之前的那种 design， 然后research 他们放在一个 pool 里面，然后我们在那个 pool 里面去看一些data 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他当时的那些 insights。可是我会觉得很难 make it actionable， 就有可能他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表达的是 A， 可是我 interpret 成 B， 或者是说他表达 A 的时候会在一些特定的 context 底下。但是在这个团队在重新再做一些新的方向的时候，他很难直接 support 到，就没有那么的 direct， 或者是说你可能容易缺一个漏一个，因为你不是做 UXR 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在这个公司了，就有点像是你在一个溪流边，你在那捡石头，对，你觉得这个石头好像 match， 那你就拿，但是其实当你拿了那么多石头的时候，你拿在手上，你就也很懵，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那我要怎么把这些石头堆起来呢？就是我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痛点吧，就是我自己现在自己在。我觉得你这一点说的蛮对的。我之前做 research 也是，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去看以前的铺，他们好像讲到了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又没有完全讲到，所以有的时候你只能说做一个 secondary 的参考。但是你又要重新开始做一遍 user research， 就是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点点资源浪费的这种感觉。确实，就是每个用户 trends 又不一样。你可能比方说1年前、2年前做的采访，你不知道现在可能他们
的反应是什么？尤其是现在有时候科技变化很快呀。是的，而且用户的行为也是会变的。是，就他们的心理可能不会变，但他的行为确实是会变的。可是科技一直在发展，人的行为一直在变化。对，我就觉得其实 UXR 如果它一直在往前看，或者是在往那一段时间看，可是 design 一定是会滞后的。产品的研发和 launch 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打磨，它需要 QA， 需要所有的 use case， 那它需要几年才能够 launch， 可是那个时候 launch 的时间又对嘛，又真的对嘛，所以很难讲。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公司他会选择不那么注重 UXR， 因为他会觉得去问用户并不能够问出来他们真正想要什么。对，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这个设计师本身的一个直觉，然后他们也许能够创造出来更能够引领潮流的这么一些交互。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好像还挺经典的一个实验，好像是一个公司设计音响，他们就把一堆用户就是汇集到一个房间里面，就 pitch 这个音响，然后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黄色。他想要知道用户的 preference 是喜欢黑色还是喜欢黄色。很多人他们当时就会说，哎，很喜欢这个黑色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团队就是说，那我们黑色可能是我们的方向。他们就说啊，那行，那你们走的时候可以从这个黑色、黄色里面，你们拿一个带回家。发现大家拿了黄色。就是大家说的和做的不一定一样。而且这个 UXR 他怎么问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对，可能会带来 bias 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是我们常说的leading question。对。那今天非常开心，周希和我们分享了你的一些心路历程，很期待你下一次和我们的一些分享。谢谢大家，拜拜。拜拜。